Before any major tournament, the Chinese national team often asks the athlete to pass the physical test. This test is to protect the player from the injury and also to verify if the player's physical condition are good enough for the intense tournament. Watching this reportage, the physical test before the China National Games 2021, you will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physical fitness in table tennis. 今天的体能测试在成都乒校的训练馆内进行。测试从上午9点开始，共分为基础体能和专项体能2部分，共8个项目。距离测试开始还有半个小时，阵容整齐的北京队已经来到了现场开始热身。大满贯得主马龙本届全运会将参加团体、单打和双打3个项目。不过由于已经获得了团体和单打的参赛资格，所以本次资格赛马龙只参加双打比赛。与马龙配合双打的就是王楚钦，两人曾在布达佩斯世乒赛上获得过男双冠军。北京队中的另一位大满贯得主丁宁将在本次比赛中带领年轻队员向决赛阶段的团体门票发起冲击。因为之前可能相对来讲也练得没有那么系统嘛，然后包括可能说这些测试也是自己第一次接触吧，就是之前也没有接触过，所以就是在测试之前还是有些紧张的。今天自己发挥的还不错吧，比自己想象要更好一些吧。世界排名第一的陈梦，由于已经获得了团体和单打的决赛阶段资格，同时又没有报名女双和混双的项目，所以本次比赛她并不参赛。但是根据参赛要求，他必须要在体测中达到至少40分的标准，才可以获得全运会决赛阶段的参赛资格。因为首先我现在要拿到40分的基础分吧，这样才能有参赛的资格嘛，所以也是在活动的时候也是准备了一些比较充分的这种准备活动。还有一个是也害怕在这种测试全力的时候，我也害怕受伤嘛，所以还是尽量能让自己先发动起来，先热起来了。回到家乡比赛，世界冠军朱雨玲心情不错。本次比赛，她的重点将是女双和混双项目。就是30米嘛，30米自己确实身体条件不太好，对，身体条件就是30米对我来说比较难一点。然后腰腹和跳绳应该是算比较好的吧。41岁的老将侯英超以顽强的意志完成着一个个项目的测试。不过由于在去年准备体测的过程中，他曾经小腿受伤，为了避免类似情况再发生，今天他主动放弃了对小腿压力和刺激比较大的双摇跳绳项目。坚持！我总共测了7个项目，少了一个跳绳，但是其他的项目加起来7个项目加起来60分应该没问题吧？所以我想应该就说的这个门票应该是没问题能拿到。